众所周知，伊朗因为受到美国制裁，导致国内经济危机加重，社会矛盾突出。为了改善这一现状，伊朗决定与我国签订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承诺向我国稳定的供应石油，并使用人民币结算。对此，美国就坐不住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伊朗作为全球石油主要输出国，一旦伊朗和中国的石油交易开启了非美元结算的先例，那就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争先效仿。到那时，美元霸权的地位将遭到严重冲击。因此，美国开始主动讨好伊朗，想让伊朗继续使用美元结算。但是，尝到紧抱中俄大腿带来好处的伊朗，会再次倒向美国，继续使用美元结算吗？我们知道，目前伊朗的状态就好像是当初被美国爱搭不理，现在又有点让美国高攀不起的感觉。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有了中俄的支持。中国对伊朗的支持，除了不顾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以外，还有在伊核协议谈判会上，中方直接亮明态度，支持伊朗让美国取消所有对伊制裁，才能重返伊核协议的决定。而俄罗斯也是在关键时刻呼吁感兴趣的伙伴们与俄罗斯一起抛弃美元结算，声称在这一领域中，伙伴国与俄罗斯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其实就是想提醒伊朗不要相信美国，不然国内经济还会重蹈覆辙。可是这一次，伊朗还能紧抱中俄大腿，与美元霸权斗争到底吗？毕竟美国为了重返伊核协议，表现的真是诚意满满。首先，美国在以色列袭击伊朗货船一事上，跟以色列关系撇得很干净，这就是美国在向伊朗示好的表现，不想在这节骨眼上激怒伊朗。其次，美国很罕见地向伊朗妥协，表示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恢复伊核协议，并且还暗箱操作，让韩国总理去伊朗当说客，还与伊朗做石油生意。现在摆在伊朗面前的问题是，美国主动讨好，表示愿意取消制裁，并不再阻止伊朗出售石油。那么伊朗拿什么来回馈美国呢？美国想听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伊朗停止去美元化，而继续使用美元结算。最后我们想说，尽管伊朗在中俄的支持下有了与美国谈判的底气，但是最终伊朗还是要面临在美国与中俄间做出选择的难题。而何去何从，要不要继续使用美元结算，伊朗真的要仔细想想了。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中国海军最近已经重启封存多年的022导弹艇，加入南海岛礁的巡逻。而这些模样奇特的隐身导弹艇，再次引发了全球观察家的关注。俄罗斯网站刊文指出，中国海军的022导弹艇从未彻底退役，一直保持着定期训练，以期能在未来战争中派上用场。而如今南海争端证明了，只要用对地方，该艇依然是一款先进的岛礁作战利器。90年代后期，中国海军有数个型号的大量导弹艇还在服役，但是这些导弹艇正在逐渐老化，观测设备和导弹已经过时，其战术和技术特征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要求，所以建造新船的需求显而易见。2004年春季，在上海的造船厂中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船体。在夏天，这艘船下水并完成了随后的测试。到2005年初，022型导弹艇正式被海军接装。由于结构简单，在2006年至2007年，上海和广州共有4个造船厂参与了新导弹艇的建造计划，每年最多可以建造10艘导弹艇。这说明企业可以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是大型舰艇无法做到的。从已知数据可以看出，022导弹艇具备出色的机动性和隐身能力。022导弹艇采用了典型的双体船设计，具备良好的抗风浪能力和远距离航行能力。该船装有2台343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每一个都使用1对喷水推进器运行。双体船的结构和喷水推进器使得其最高航速达50节，巡航航速为36至38节。022型的长度为42.6米，吃水1.5米，排水量224吨，船员仅需12人。由于所需舰员少，它可以临时征调各部队的人员组成舰员，而无需在平时维持编制。022导弹艇拥有先进的电子设备、火炮和导弹武器，一座 HLGQ362 雷达负责搜索海面目标。它可以在100千米的范围和8000米的高度范围内提供目标侦测和指示。有一个昼夜一体的 HZG-1B 光电站，所有这些设备都集成到 HZFG-1A 火控系统中。主要武器是 YG-83反舰导弹。在上层建筑的尾部有2个发射器，每个发射器装有4枚反舰导弹。利用本舰设备搜索目标或者接收其他单位的目标指示后，船员将数据输入到自动化火控系统中并发射。
每3秒可以发射1次导弹。YJ-83反舰导弹长度超过6.3米，质量为800千克，携带190千的战斗部，导弹为高亚音速，攻击范围可达250公里。对于近距离目标，船上装有 HPG1330毫米6管火神炮，这是苏联 AU-18的复制品。该武器的控制是通过桅杆上的光电转塔完成的。其实02导弹艇从来没有在中国海军的序列中消失，它的任务是保护沿海地区免受潜在敌人的水面舰艇的攻击。在各种演习中，中国海军会定期练习使用它们。此刻02型艇发挥了它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用于保护偏远海域的国家利益。02导弹艇正在配合中国海警的船只，在南沙群岛附近巡逻。它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岛礁地区的执法力量，其浅吃水、高航速的特性非常适合在此类情况下使用。由于其具备出色的隐身性能，不容易被敌方的军舰和飞机发现。而大批导弹艇的集结，则有能力对一支入侵的舰队发起饱和式的导弹攻击。由于载弹量大，10艘导弹艇就可以一次齐射80枚导弹，令任何舰队都无法防御。目前，美国和北约将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时间，人们都认为阿富汗乱局即将结束，美国倒在了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里。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美国承诺的撤军真的会如期进行吗？据报道介绍称，美国决定在今年9月11日前铁定从阿富汗撤军。表面上看，有了具体日期，更加佐证了撤军的真实性。但是相关的专业人士指出了这背后的重重疑点。一是美国承诺的撤军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不禁让人感到，对于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人来说，地理位置优越的阿富汗是美国控制亚欧大陆、争夺霸权的重要战略节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军不顾伤亡惨重，仍然坚守在阿富汗战场。那么如今为何会这么轻易承诺撤军？第二个疑点是，美国承诺的撤军并没有披露具体的人数。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国将会继续在阿富汗保有情报人员。这也就意味着撤军的最终解释权仍然掌握在美军手上，选择撤多撤少也是取决于美军的战略考量。当然，还有人认为美国总统设定的撤军最后期限具有象征意义，因为911袭击事件是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对美国实施的报复袭击活动。自此之后，美国也开始大规模干预中东，因此美军设定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作为最后期限，其背后自然也有不少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撤军，印度也被卷入进来，似乎成为了美军此次阿富汗撤军的重要棋子。据报道介绍称，在撤军决定发布后，美国敦促联合国召开会议，并尤其希望印度成为参与者。对于这样的召集会议行为，美国解释称，这次会议的参与国对一个稳定的阿富汗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要成功，就必须共同努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军对于印度的盛情邀请，极大可能是看中了印度在解决阿富汗局势中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美国人希望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的烂摊子由印度来处理，以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收缩。因此，美国执意邀请印度参与到此次会议之中，也在情理之中。而印度军队一直想在阿富汗北部存在，美国此举是否正合印度的意呢？理论上说，参与到阿富汗乱局中，确实能够提高印度在南亚以及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地位及影响力。但是在此之前，还存在一些印度无法忽略的基本事实。现如今的塔利班在阿富汗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印度如何和这样的强大军队抗衡？对于这样的困境，印度快报形象地描述成抓住老虎的尾巴，而阿富汗就是那只老虎。在美国的促使下，印度既不能一直抓着也不松手，只能小心翼翼行事，可谓尴尬至极。